大年30的雪下得又急又密，鹅毛似的雪花漫天飞舞，把整个陈家村裹得严严实实。陈三蹲在屋门口，后背紧紧靠着冰冷的土坯墙，身上裹着一件破旧不堪的棉袄，棉袄的领口和袖口都磨破了，露出里面发黄的棉絮，棉絮早就被冻硬，根本起不到保暖的作用。寒风轻易就能穿透棉袄，冻得他浑身发抖，牙齿咯咯作响。他的脸冻得通红，嘴唇发紫，脸上布满了裂的口子，有的口子还渗着血丝。一碰到寒风就像被针扎一样疼，他的双手揣在怀里，却还是冻得僵硬，手指肿得像胡萝卜，指关节粗大，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和裂口，有的裂口深得能看见里面的红肉，冻得发紫发黑，实在冻得受不了。陈三猛地低下头，抓起地上的一把白雪就往嘴里塞，冰冷的白雪瞬间融化在舌尖，一股刺骨的寒意顺着喉咙滑进胃里，冻得他五脏六腑都像是被冰住了一样，浑身打了个寒战。可他却像是感觉不到冷一样，又抓了一把白雪塞进嘴里，一遍又一遍，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压下心里的绝望和饥饿。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屋里还有老婆和2个孩子，他们还等着他去救命，等着他给他们一口吃的，等着他给他们一丝暖意。屋里头，陈三的媳妇秀兰正蜷缩在冰冷的土炕上，怀里紧紧搂着2个孩子。秀兰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旧棉衣，棉衣又薄又破，根本挡不住刺骨的寒风。她的脸色苍白得像纸，嘴唇干裂，没有一丝血色，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麻木，就那样直勾勾地看着房梁发呆，仿佛灵魂已经出窍。她的怀里2个孩子紧紧地依偎着她，大的是个男孩，叫陈大宝，今年才6岁，小的是个女孩，叫陈小宝，才4岁。2个孩子都饿得瘦骨嶙峋，脸颊凹陷，皮肤蜡黄，身上穿着单薄的旧衣服，冻得瑟瑟发抖，连哭都没了力气，只能发出微弱的哼哼声，声音细若蚊琴，仿佛下一秒就会消失。大宝的嘴唇干裂得厉害，嘴角还挂着一丝干涸的口水，他微微睁开眼睛，眼神浑浊，看着秀兰，有气无力地说：“娘，我饿，我想吃馒头，就一个。”小宝则紧紧地闭着眼睛，眉头皱成一团，小脸冻得发紫，嘴里不停地喃喃着：“娘冷，我冷。”秀兰听到孩子们的声音，眼泪瞬间涌了出来，顺着脸颊滑落，滴在孩子们的头上，冰冷刺骨。她伸出冻得僵硬的手，轻轻抚摸着孩子们的头，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宝，乖，再等等，你爹一定会给我们带吃的回来的，再等等。”可他自己也知道，这话不过是自欺欺人。这年景颗粒无收，地里的庄稼全被旱灾和蝗灾毁了，村里的人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剩下的人也都是苟延残喘，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他们家早就断粮了，已经整整3天，他们一家3口就靠着挖野菜、啃树皮勉强维持着性命。如今野菜和树皮都被挖光了，大雪封山，连野菜都找不到了。他不知道陈三能去哪里找吃的，也不知道他们一家人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天，熬过这个大年夜。陈三在屋门口清晰地听到了屋里孩子们微弱的哼哼声，听到了秀兰沙哑的安慰声，那声音像一把把尖刀，狠狠扎在他的心上，疼得他几乎无法呼吸。他的心像被刀绞一样，翻江倒海，愧疚自责，绝望一瞬间涌上心头，几乎将他淹没。他是个男人，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可他却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养不活，让他们在大年夜里挨饿受冻，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他恨自己没用，恨这世道不公，恨老天爷不长眼。可恨有什么用？眼下最重要的是找到吃的，不能让老婆孩子饿死，不能让他们死在这个大年夜里。陈三猛地抬起头，眼神里的绝望渐渐被一股决绝取代。他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老婆孩子就真的没救了。他咬了咬牙，用尽全身的力气从地上站了起来，双腿因为长时间蹲着又冻又麻，几乎站不稳。他晃了晃身子，扶住冰冷的墙，才勉强稳住身形。他弯腰，从墙角抄起一根平时用来防身的短木棍，木棍又粗又硬，表面光滑，是他以前上山砍柴的时候留下的，一直放在墙角。
如今却成了他唯一的武器。他又紧了紧身上那件破旧的棉袄，把露在外面的棉絮往里面塞了塞，缩着脖子，低着头，尽量避开刺骨的寒风和漫天的雪花，小心翼翼地溜出了家门。雪下得很大，脚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在寂静的大年夜里显得格外清晰。他不敢开灯，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像一只受惊的老鼠贴着墙根，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生怕被村里的人发现。他的目的地很明确，村东头的刘员外家。刘员外是村里的首富，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富户，家里良田千亩，房屋百间，雇佣了不少长工和丫鬟，日子过得十分富足。就算是这荒年，刘员外家也丝毫不受影响。听说今年囤了不少年货，光是粮食就囤了好几仓，还有各种各样的肉类、糕点、水果，光是炸肉的香味都能飘出2里地，让村里的人垂涎欲滴。陈三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偷东西，他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一辈子勤勤恳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算日子再苦再难，他也从来没有动过歪心思。可如今为了老婆孩子，他别无选择，他只能放下自己的尊严，放下自己的底线，去做一件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偷，他知道偷东西是不对的，是犯法的，可他没有办法，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婆孩子饿死。在他心里，老婆孩子的性命比什么都重要，比他的尊严，比他的名声都重要。陈三身一脚浅一脚的在雪地里走着，寒风刮得他睁不开眼睛，雪花落在他的脸上，脖子上瞬间就融化了，冻得他浑身发抖。他的心里既紧张又害怕，心脏砰砰直跳，几乎要跳出胸膛。他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四处张望，生怕被别人发现，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一样，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想起了自己的过往，想起了自己以前的日子，想起了秀兰和孩子们平日里的笑容，心里更加愧疚，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给老婆孩子带回吃的。陈三今年35岁，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从小就老实本分，勤劳能干。他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勤勤恳恳，却还是没能摆脱贫困的命运。在他10岁的时候，父母就因为一场瘟疫去世了，只留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他从小就跟着村里的长辈上山砍柴，下地种田，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一直坚信，只要自己勤劳肯干，总有一天能过上好日子。在他20岁的时候，经村里的媒人介绍，认识了邻村的秀兰。秀兰是个温柔善良、勤劳贤惠的姑娘，虽然家境也不好，却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她不嫌弃陈三穷，不嫌弃陈三孤苦伶仃，心甘情愿地嫁给了他。结婚以后，两人相亲相爱，勤勤恳恳，一起下地种田，一起操持家务，日子虽然过得清贫，却也十分幸福。不久之后，秀兰就生下了大宝，又过了2年，生下了小宝，一家4口其乐融融。陈三以为自己的好日子终于来了，他更加努力地干活，想要给老婆孩子更好的生活。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3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旱灾席卷了整个地区，地里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紧接着又爆发了蝗灾，剩下的一点点庄稼也被蝗虫啃得一干二净。村里的人开始挨饿，开始逃荒，陈三家也不例外，地里的庄稼全毁了，家里的存粮也很快就吃完了。为了养活老婆孩子，陈三不得不上山挖野菜、啃树皮，甚至去山里打猎。可山里的猎物早就被人们搜捕殆尽，有时候他上山一整天也打不到一只猎物，只能空着手回来。看着老婆孩子饥饿的眼神，他心里像刀割一样疼。他也曾想过逃荒，可秀兰身体不好，2个孩子又太小，经不起长途跋涉，而且他也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天下之大，到处都是荒年，到处都是挨饿的人，他不知道自己逃到哪里才能给老婆孩子找到一口吃的。就这样，他们一家人一直在村里苟延残喘，熬过了一天又一天，直到这个大年夜，他们彻底断粮了，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想着这些过往，
陈三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混合着脸上的雪花，冰冷地滑落在脸颊上。他擦了擦眼泪，咬了咬牙，加快了脚步，很快就来到了村东头的刘员外家。刘员外家的大院，在漫天风雪里显得格外气派。高高的院墙，青砖砌成，墙头上面还插着碎玻璃，防止有人翻墙进去。大门是朱红色的，上面钉着铜钉，显得十分威严。大门两旁还挂着2盏大红灯笼，灯笼上写着福字，虽然被雪打湿了，却依旧能看出几分喜庆的气息。大院里灯火通明，透过院墙的缝隙能看到里面的景象。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地上铺着青石板，青石板上没有一点积雪，显然是有人特意打扫过。院子中间摆着一张供桌，供桌是梨花木做的，十分精致，上面摆着各种各样的贡品，有整鸡、整鱼、猪肉、糕点、水果，还有3杯白酒。香炉里青烟袅袅，香气扑鼻，那股炸肉的香味顺着院墙的缝隙飘出来，钻进陈三的鼻子里，让他的肚子咕咕直叫，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刘员外正领着一家老小在供桌前站着，准备迎接灶王爷回家。刘员外今年已经60多岁了，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却依旧精神矍铄，眼神锐利，穿着一件黑色的绸缎长袍，腰间系着一条玉带，显得十分体面。他的身边站着他的老伴，老伴今年也60多岁了，头发花白，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穿着一件红色的绸缎棉袄，显得十分喜庆。他们的身后站着他们的儿孙们，大儿子刘成业今年40多岁，身材高大，穿着一件蓝色的绸缎长袍，眼神沉稳，是刘员外的得力助手，帮着刘员外打理家里的生意。儿子刘承宗今年30多岁，性格憨厚，老实本分，主要负责家里的田地，还有他们的媳妇和孩子，一个个都穿着体面的衣服，脸上带着喜庆的笑容，显得十分幸福。只听刘员外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地说道：“灶王爷在上，今日是大年30，晚辈刘老根领着全家老小给您老人家磕头了，恳请灶王爷保佑我们老刘家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阖家幸福，平平安安，财源广进，子孙满堂。”说完，刘员外率先跪了下来，对着供桌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响头。他的老伴和儿孙们也纷纷跟着跪了下来，恭恭敬敬地磕头，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祈福的话语。陈三躲在院墙根底下，紧紧地盯着院子里的一切，眼睛都看直了，眼神里充满了羡慕和渴望。他羡慕刘员外一家人的幸福生活，羡慕他们能在大年夜里吃着丰盛的饭菜，穿着体面的衣服，享受着天伦之乐。他渴望自己也能给老婆孩子这样的生活，渴望他们能吃上一口热饭，穿上一件暖和的衣服，不再挨饿受冻。看着供桌上的整鸡整鱼，看着那冒着热气的糕点，陈三的肚子咕咕直叫，饿得他头晕眼花，眼睛都绿了，仿佛一头饿极了的狼，随时都会扑上去。趁着刘员外一家人跪下磕头的功夫，陈三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里的紧张和害怕，像一只受惊的黑猫，身子一矮一闪身，就钻进了院墙根底下的柴房里。柴房就在院墙的旁边，是一间小小的土坯房，里面堆满了柴火，有干树枝、干草，还有一些劈好的木柴，散发着淡淡的柴火香味。柴房里黑漆漆的，光线很差，只有门缝里透进来的一点点灯光，勉强能看清里面的轮廓。陈三缩在柴火堆后面，紧紧地抱着怀里的短木棍，身体因为紧张和寒冷不停地发抖，他的心脏砰砰直跳，跳得越来越快，几乎要跳出胸膛。手里的木棍被他攥得紧紧的，指节都发白了，手心全是汗，把木棍都浸湿了。他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一点声音，耳朵紧紧地贴在柴火堆上，听着院子里的动静，生怕被刘员外一家人发现。他在心里暗暗盘算着，等着刘员外一家人磕完头进屋吃团圆饭，院子里没人的时候，他就溜进厨房偷点馒头和肉，再偷一点粮食，然后赶紧跑回家给老婆孩子送去，让他们也能吃上一口热饭，过上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大年夜。他不敢多偷，也不敢停留太久，他知道刘员外家肯定有管家和家丁，
一旦被发现，他不仅偷不到东西，还会被抓住送官查办，到时候他就再也不能照顾老婆孩子了，他们一家人就真的彻底没救了。可他这点小动作，哪里逃得过刘员外那双阅人无数的眼睛？刘员外活了60多年，经历过太多的事情，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心思缜密，眼神锐利，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刚插完香，余光就瞥见柴房的门帘动了一下，虽然动得很轻微，却还是被他捕捉到了。而且他还看到了门帘下面露出了一双破布鞋的鞋尖，那双布鞋破旧不堪，鞋底都磨破了，鞋面上还打着补丁，显然是一个穷苦人的鞋子。刘员外的心里咯噔一下，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大年夜，家家户户都团聚在一起，吃着团圆饭，庆祝新年，怎么会有人躲在柴房里？这个人不是贼，就是逃荒的难民，要么就是村里的穷苦人走投无路，想来偷点东西填饱肚子。若是此时他大喊一声，叫管家和家丁过来把这个人抓住，免不了一场厮打，甚至可能会闹出人命。大过年的见了血光是很不吉利的，而且他也知道这年景不好，很多人都走投无路，被逼到了绝境。若是把人逼急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到时候反而会给自己家带来麻烦。刘员外不动声色，缓缓地从地上站了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脸上又恢复了平日里的慈祥笑容，对着身边的儿孙们说道：行了，李成了灶王爷已经接回来了，你们先回屋，把那坛埋了10年的好酒挖出来。今儿个家里要来贵客，我得亲自迎一迎，可不能怠慢了贵客。儿孙们听了刘员外的话，都面面相觑，脸上露出了疑惑的表情。大年夜的，哪来的贵客？而且还是需要父亲亲自去迎接的贵客，他们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大儿子刘成业忍不住开口问道：爹，这大年夜的，哪来的贵客啊？我们怎么不知道？要不要我们去准备一下，好好招待贵客？刘员外摆了摆手，脸上露出了一丝神秘的笑容，说道：你们就别问那么多了，只管去把好酒挖出来，准备好饭菜，好好招待贵客就行，其他的事情不用你们管。这位贵客对咱们老刘家有大恩，当年要是没有他，就没有咱们老刘家的今天，今儿个他能来是咱们老刘家的福气。儿孙们虽然心里充满了疑惑，却也不敢多问，他们都知道刘员外的脾气一旦决定了的事情就不会改变，而且刘员外向来心思缜密，做事情有自己的道理，他们只要按照刘员外的吩咐去做，就不会出错。于是他们纷纷点了点头，说道：好，爹，我们这就去。说完就纷纷转身走进了屋里，去挖那坛埋了10年的好酒，准备饭菜去了。院子里很快就只剩下刘员外一个人了，他转过身，目光落在了柴房的方向，眼神里带着一丝温和，还有一丝了然。他停顿了片刻，然后对着柴房的方向突然深深做了一揖，朗声说道：老弟既然来了，何不现身一见？咱们可是有年头没见了，别躲在里面了，出来吧，外面冷，进屋喝杯酒，吃口热饭，咱们好好叙叙旧。柴房里的陈三听到刘员外的话，吓得魂飞魄散，浑身一僵，像是被人点了穴一样，一动也动不了。他的腿肚子直转筋，双腿发软，几乎要瘫倒在地上，手里的木棍也差点掉在地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做的这么隐蔽，竟然还是被刘员外发现了。他的心里充满了恐惧，脑子里一片空白，乱得像一团麻，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是赶紧跑，还是跟刘员外拼了？若是跑，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跑得掉。刘员外家的院墙很高，而且外面还有漫天的风雪，他跑得再快，也未必能跑得过刘员外家的家丁。若是拼了，他手里只有一根短木棍，而刘员外是个60多岁的老人，他或许能打得过刘员外，可一旦惊动了屋里的家丁和管家，他就必死无疑了。而且他也不想伤人，他只是想偷点东西，给老婆孩子带回一口吃的。他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闹出人命，不想让自己的老婆孩子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陈三的心里激烈地挣扎着，一边是求生的欲望，一边是内心的愧疚和恐惧。他的额头渗出了一层冷汗，混合着脸上的雪花，
冰冷的滑落在脸颊上。他紧紧地咬着嘴唇，嘴唇都被咬破了，渗着血丝，可他却感觉不到疼，心里只有无尽的恐惧和绝望。他知道自己这次是真的闯祸了。他不知道刘员外会怎么处置他，是把他送官查办，还是会狠狠打他一顿，然后把他赶出去。还没等陈三想好是跑还是拼，刘员外已经大步走到了柴房门口，伸出手一把掀开了柴房的门帘。瞬间，柴房里的光线亮了起来，刘员外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帘门口，他的目光落在了陈三的身上，眼神温和，没有一丝愤怒，也没有一丝厌恶，就那样静静地看着陈三。两人四目相对，陈三的心里更加紧张和恐惧了。他下意识地把手里的短木棍往身后藏，可他的动作太慢了，木棍还是露在了外面。他尴尬地僵在半空，手足无措，脸上露出了慌乱的表情，眼神躲闪，不敢直视刘员外的目光，嘴里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不是，我没有。可刘员外却像是没有看见他手里的短木棍一样，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快步走上前，一把拉住了陈三那只冻得全是裂口的手。刘员外的手温暖而有力，握住陈三的手，瞬间就给了陈三一丝暖意，驱散了他身上的一丝寒冷。陈三感觉到刘员外的手微微有些颤抖，而且他还看到刘员外的眼圈瞬间就红了，眼里泛起了泪光。哎呀，这不是陈老弟吗？刘员外的声音带着一丝激动，还有一丝哽咽。你可算来了，我找了你好多年，都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想到竟然在今天，在这个大年夜里见到你了，真是太好了，太好了。陈三彻底懵了，他瞪大了眼睛，看着刘员外，脸上露出了茫然的表情，心里充满了疑惑。陈老弟，刘员外认识他吗？他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刘员外？他仔细地打量着刘员外，努力地在自己的记忆里搜寻着刘员外的身影。可无论他怎么想都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认识刘员外，什么时候和刘员外有过交情。他结结巴巴地想解释，想告诉刘员外他认错人了，他不是什么陈老弟，他只是一个走投无路来偷东西的穷苦人。我不是。员外爷，您认错人了，我叫陈三，我不是您说的陈老弟，我是来。陈三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刘员外打断了。刘员外手上暗暗用力捏了捏陈三的手掌，眼神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然后他压低声音凑到陈三的耳边，轻声说道：兄弟，我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进了这个门，你就是我失散多年的恩人，不想去见官，不想让你的老婆孩子无依无靠，就配合我把这碗饭吃了，把这场戏演完。陈三听了刘员外的话，身体猛地一震，瞬间就明白了刘员外的意思。刘员外没有认错人，他知道自己是来偷东西的，可他没有拆穿自己，没有把自己送官查办，而是想给自己留脸，想给自己留一条活路，想帮自己一把。他看着刘员外那双充满善意又威严的眼睛，看着刘员外眼里的泪光，心里的恐惧和绝望瞬间被一股暖流取代。那股暖流顺着心脏蔓延到全身的每一个角落，驱散了他身上的寒冷，也驱散了他心里的阴霾。他手里的短木棍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在寂静的柴房里显得格外清晰。他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大颗大颗地流了下来，顺着脸颊滑落，滴在刘员外的手上，也滴在自己的手上。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话到嘴边却又说不出来，只能不停地流泪，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愧疚。他感激刘员外的善良，感激刘员外的包容，感激刘员外给了他一条活路，给了他一份体面。他愧疚自己的所作所为，愧疚自己竟然想着去偷东西，愧疚自己给刘员外带来了麻烦。刘员外看着陈三泪流满面的样子，心里也有些不好受。他轻轻拍了拍陈三的手背，温和地说道：老弟，别哭了，什么都别说了，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既然来了就是缘分，就是一家人。进屋吧，屋里暖和，还有热饭热菜，咱们好好吃一顿，好好叙叙旧。说完，刘员外拉着陈三的手，不由分说就把他从柴房里拉了出来，朝着正厅的方向走去。陈三衣衫褴褛，
身上沾满了雪花和柴火灰，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布满了嵌裂的口子，手里还冻得通红，和刘员外那体面的穿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被刘员外拉着，局促不安地往前走，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头埋得低低的，不敢抬头看周围的一切，生怕被别人笑话，生怕被刘员外的儿孙们看不起。他的心里既感激又愧疚，还有一丝不安。他不知道刘员外的儿孙们会不会接受他这个冒牌的恩人，会不会拆穿他的身份。很快两人就走进了温暖的正厅，正厅里灯火通明，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家具，都是上好的木材做的，十分精致。墙上挂着一幅字画，显得十分气派。正厅的中间摆着一张大大的圆桌，圆桌上已经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饭菜，有整鸡、整鱼、猪肉、牛肉、羊肉，还有各种各样的炒菜、凉菜、糕点，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让人垂涎欲滴。圆桌旁边摆放着几把椅子，刘员外的儿孙们正围坐在圆桌旁，等着刘员外回来，准备吃团圆饭。当刘员外拉着衣衫褴褛的陈三走进正厅的时候，一屋子的儿孙们都惊得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了惊讶和疑惑的表情，眼睛都直勾勾地看着陈三，眼神里充满了不解和嫌弃。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口中的贵客竟然是这样一个衣衫褴褛、浑身脏兮兮的叫花子。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他们老刘家的恩人？怎么可能值得父亲亲自去迎接，值得他们好好招待？大儿子刘成业皱着眉头率先开口说道：爹，这是谁呀？您怎么把这样一个人领进来了？咱们家今天是大年夜，宴请贵客，这样的人进来多不吉利啊！而且他浑身脏兮兮的，会弄脏咱们家的屋子的，还是把他赶出去吧。二儿子刘承宗也跟着说道：是啊，爹，您是不是认错人了？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咱们家的恩人？您看他那样子，衣衫褴褛，浑身都是灰，一看就是个叫花子，说不定还是个小偷，想来咱们家偷东西的，您可别被他骗了。刘成业的媳妇也皱着眉头，脸上露出了嫌弃的表情，说道：爹，您快把他赶出去吧，咱们家的孩子还在这里，万一他身上有什么病菌传染给孩子怎么办？而且咱们家的饭菜都是给贵客准备的，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吃呢？其他的儿孙们也纷纷附和着，一个个都露出了嫌弃和不解的表情，七嘴八舌地劝说着刘员外，让他把陈三赶出去。他们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衣衫褴褛、浑身脏兮兮的穷苦人，更别说和这样的人一起吃饭了。他们打心底里看不起陈三，也不相信陈三会是他们老刘家的恩人。陈三站在正厅的门口，听着刘员外儿孙们的话，脸上露出了尴尬和羞愧的表情，头埋得更低了，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指甲都快要嵌进肉里了。他的心里充满了自卑和愧疚，他后悔了，后悔自己不该来偷东西，后悔自己不该接受刘员外的好意，不该来到这里被别人这样看不起，这样嘲笑。他想转身就跑，想逃离这个让他尴尬和羞愧的地方，可他的手被刘员外紧紧地拉着，他动弹不得。刘员外听到儿孙们的话，脸色瞬间沉了下来，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眼神里透着一股威严，对着儿孙们大喝一声：住口，都给我闭嘴！刘员外的声音洪亮而有力，瞬间就压下了儿孙们的议论声，正厅里瞬间就变得鸦雀无声。儿孙们都吓得低下了头，不敢再说话，也不敢再看刘员外的眼睛。没有规矩，刘员外的语气十分严厉：你们怎么能这么说话？怎么能这么看不起人？陈老弟是咱们老刘家的恩人，是咱们老刘家的救命恩人，当年要是没有陈老弟，就没有咱们老刘家的今天，就没有你们今天的好日子，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自己的恩人？刘员外顿了顿，语气缓和了一些，对着儿孙们缓缓地说道：你们都还小，很多事情你们都不知道。还记得20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大水吗？那场大水冲毁了咱们家的房屋，冲毁了咱们家的田地，咱们家的存粮也被大水冲走了，一家人流离失所，无依无靠，饿了好几天，差点就饿死在路边。就在咱们一家人走投无路，陷入绝望的时候，是陈老弟，是他
把自己身上最后半袋粮食给了咱们，把自己唯一的一件棉袄给了你们的娘，他自己却饿着肚子，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寒风里看着咱们离开。那时候陈老弟也很穷苦，他自己也吃不饱穿不暖，可他却没有只顾着自己，而是伸出了援手，救了咱们一家人的性命。这份恩情咱们老刘家一辈子都不能忘，一辈子都要铭记在心。刘员外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眼里泛起了泪光。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找陈老弟，想报答他的恩情，可却一直没有找到。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没想到今天他竟然来了，来到了咱们家。这是咱们老刘家的福气啊！儿孙们听了刘员外的话都愣住了，脸上的嫌弃和不解瞬间被惊讶和愧疚取代。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竟然是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穷苦人给的，竟然是这个他们看不起想要赶出去的叫花子给的。他们想起自己刚才说的话，想起自己刚才的态度，心里充满了愧疚和自责，一个个都低下了头，不敢再看陈三的眼睛，也不敢再看刘员外的眼睛。刘成业脸上露出了愧疚的表情，走上前对着陈三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说道：陈叔，对不起，是我不对，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是我看不起您，您原谅我吧，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其他的儿孙们也纷纷走上前，对着陈三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嘴里不停地说道：陈叔对不起，我们错了，您原谅我们吧。陈三看着刘员外的儿孙们，看着他们愧疚的表情，听着他们道歉的话语，心里的自卑和羞愧瞬间消散了不少，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温暖和感动。他知道刘员外是真的想帮他，是真的想给他留脸，是真的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恩人。而刘员外的儿孙们也不是坏人，只是被宠坏了，只是不了解情况，他们本质上还是善良的。陈三连忙摆了摆手，声音沙哑地说道：没事没事，孩子们，我不怪你们，我不怪你们，你们也不知道情况，不怪你们。刘员外看着这一幕，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拉着陈三的手，把他按在了圆桌的上座，然后亲自拿起一个碗，给陈三盛了满满一碗猪肉白菜馅的饺子。饺子冒着热气，香气扑鼻。刘员外把碗递到陈三的手里，温和地说道：老弟啥也别说了，到了家里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使劲吃，吃饱了喝足了，咱们再好好叙叙旧，这些年你受委屈了。陈三颤抖着手接过碗，碗里的热气扑面而来，温暖了他的双手，也温暖了他的心脏。他看着碗里的饺子，看着那晶莹剔透的饺子皮，看着里面鲜嫩的猪肉和白菜，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大颗大颗的泪珠子掉进碗里，和饺子汤混在一起。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香这么温暖的饺子，尤其是在这个绝望的大年夜里，这一碗饺子不仅仅是一碗食物，更是一份善意，一份温暖，一份希望，一份尊严。他拿起筷子，颤抖着夹起一个饺子，塞进嘴里，滚烫的鲜香瞬间在口腔里炸开，那浓郁的肉香混合着白菜的清香，还有饺子皮的软糯，瞬间冲开了他心里的委屈和绝望，冲开了他这些年所受的苦难和煎熬。他一边吃一边流泪，吃得狼吞虎咽，仿佛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一顿饭一样。他太饿了，饿了整整3天，他太需要这样一碗热饭来填补自己空荡荡的肚子，来温暖自己冰冷的身体，来慰藉自己绝望的心灵。刘员外坐在陈三的身边，静静地看着他，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时不时地给陈三夹菜，给陈三倒酒，轻声地安慰着他，和他说着一些家常话，询问着他这些年的情况。刘员外的儿孙们也纷纷给陈三敬酒夹菜，态度恭敬而热情，再也没有了刚才的嫌弃和不屑。他们不停地给陈三道歉，不停地劝陈三多吃点，多喝点，仿佛真的把陈三当成了自己家的恩人，当成了自己家的亲人。陈三一边吃，一边听着刘员外和他的儿孙们说话，一边感受着他们的善意和热情，心里的委屈和绝望一点点被温暖和感动取代。他知道自己今天遇到了好人，遇到了一个真正善良、真正有格局的人。刘员外给了他一口热饭，给了他一件体面，给了他一条活路，
更给了他做人的尊严，给了他改过自新的机会。那一晚，陈三吃了这辈子最饱最暖最香的一顿饭，他喝了很多酒，也说了很多话。他把自己这些年所受的苦难，把自己的无奈和绝望，把自己对老婆孩子的愧疚，都一一说了出来。刘员外和他的儿孙们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他，也没有嘲笑他，眼里充满了同情和理解，时不时地安慰他，鼓励他，告诉他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他勤劳肯干，只要他不放弃，总有一天能过上好日子，总有一天能让自己的老婆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酒足饭饱。天快亮了，窗外的雪已经停了，东方的天空泛起了鱼肚白，一缕微弱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了正厅里，给正厅里增添了一丝暖意。陈三站起身，对着刘员外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说道：员外爷，谢谢您，谢谢您今晚的款待，谢谢您给我的一切，这份恩情我陈三一辈子都不会忘，一辈子都会铭记在心。以后只要您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陈三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刘员外摆了摆手，笑着说道：老弟言重了，举手之劳而已。当年你救了咱们一家人的性命，这份恩情我还没有报答你呢，这一点点款待又算得了什么？说完，刘员外拉着陈三的手，避开了身边的儿孙们，朝着后门的方向走去。他知道陈三还有老婆孩子在家里等着他，他不能耽误陈三太长时间，而且有些话他想单独和陈三说。来到后门，刘员外四处看了看，确认没有人之后，从自己的袖子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红布包袱，塞进了陈三的怀里。红布包袱摸起来沉甸甸的，里面像是装着什么硬邦邦的东西，还有一些软软的东西。刘员外拍了拍陈三的肩膀，温和地说道：老弟，这里面有20两银子，还有一些碎金子，还有几匹上好的布料，还有一些粮食和糕点。当年我欠你的，今儿个连本带利一起还给你。你拿着这些钱回去之后做个小本买卖，不要再走歪路了，不要再过这种挨饿受冻的日子了，好好照顾你的老婆孩子，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让他们能吃上一口热饭，穿上一件暖和的衣服，不要再像现在这样受苦受累了。刘员外的语气十分真诚，眼里充满了期盼。老弟，我相信你，你是个老实本分、勤劳能干的人，只要你肯努力，只要你肯脚踏实地，总有一天你能闯出一番自己的事业，总有一天你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陈三捧着怀里的红布包袱，感觉沉甸甸的，不仅仅是包袱的重量，更是刘员外的善意和期望，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恩情。他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扑通一声跪在了雪地里，对着刘员外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响头，磕得额头都出血了，泣不成声地说道：员外爷，谢谢您，谢谢您，您的大恩大德，我陈三一辈子都不会忘，一辈子都报答不完。员外爷，我其实是来偷东西的，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的老婆孩子已经3天没有吃东西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饿死，所以我才来您家，想偷点东西给他们带回一口吃的。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您啊！刘员外看着陈三跪在雪地里，看着他额头的血，看着他泪流满面的样子，心里也有些不好受。他连忙弯腰，一把扶起陈三，帮他拍去膝盖上的血和血，轻声地说道：老弟，起来吧，快起来，别这样，我知道，我都知道，我不怪你，我一点都不怪你，我只知道你是我的恩人，是救了咱们老刘家性命的恩人，其他的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不知道。刘员外的眼神十分温和，充满了包容和善意。快回家吧，你的老婆孩子还在家里等着你来，等着吃你带回去的东西，等着和你一起过年呢。别让他们等急了，以后好好过日子，不要再走歪路了。有什么困难就来告诉我，我一定会帮你的。陈三看着刘员外，看着他慈祥的笑容，看着他眼里的包容和善意，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愧疚。他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好，员外爷，我知道了，我一定听您的话，好好过日子，好好照顾我的老婆孩子，再也不走歪路了。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您的恩情。
说完，陈三又对着刘员外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然后紧紧地抱着怀里的红布包袱，转身快步地走进了茫茫的白雪里。他一步三回头，看着刘员外的身影，看着刘员外家的大院，眼里充满了感激和不舍。直到刘员外的身影消失在他的视线里，他才转过身，加快了脚步，朝着自己家的方向走去。雪后的清晨，空气格外清新，阳光透过云层洒在雪地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整个陈家村都被白雪覆盖着，显得格外洁白，格外宁静。陈三抱着怀里的红布包袱，快步地在雪地里走着，心里充满了希望和憧憬。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老婆孩子吃到热饭，穿上暖衣的笑容，仿佛已经看到了他们一家人过上幸福生活的样子。他的脚步越来越快，越来越坚定。他知道，从今天起，他的人生将会发生改变，他的生活将会迎来新的希望。回到家，陈三推开门走进了屋里，屋里依旧黑漆漆的，依旧很冷。可秀兰和2个孩子却还没有睡着，他们蜷缩在土炕上，眼神里充满了期盼，等着陈三回来。当秀兰看到陈三回来，看到他怀里抱着的红布包袱时，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他连忙从土炕上爬起来，踉跄着走到陈三的身边，声音颤抖地说道：“当家的你回来了。你怀里抱的是什么？你这是去抢劫了吗？当家的，你可不能做傻事啊！抢劫是犯法的，是会被送官查办的。咱们就算是饿死，也不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啊！”秀兰的眼里充满了恐惧和担忧，她拉着陈三的手，不停地摇晃着，眼泪瞬间涌了出来，顺着脸颊滑落。她太了解陈三了，陈三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从来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可如今，他怀里抱着一个沉甸甸的红布包袱，而且他是半夜出去的，他不得不担心陈三是去做了什么傻事，是去抢劫了。他不敢想象，如果陈三被送官查办，他和2个孩子该怎么办？他们一家人该怎么办？陈三看着秀兰担忧的表情，看着她泪流满面的样子，心里充满了愧疚和心疼。他连忙放下怀里的红布包袱，伸出手轻轻擦去秀兰脸上的眼泪，温和地说道：“秀兰，你别担心，我没有抢劫，我没有做傻事，你放心，我没事，我很好。”然后陈三坐在土炕上，把秀兰和2个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把自己去刘员外家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秀兰，把刘员外如何发现他，如何给他留脸，如何款待他，如何给他红布包袱的事情都详细地说了一遍。他一边说，一边流泪，一边感受着秀兰和孩子们的体温，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感动。秀兰听了陈三的话，脸上的恐惧和担忧瞬间被惊讶和感动取代。她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怎么也没有想到，陈三竟然遇到了这样的好人，遇到了这样一个善良有格局的刘员外。她的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这一次不是因为恐惧和担忧，而是因为感动和感激。她紧紧地抱着陈三，紧紧地抱着2个孩子，声音沙哑地说道：“当家的，太好了，太好了，咱们遇到好人了，咱们的孩子有救了，咱们一家人有救了。刘员外的大恩大德，咱们一辈子都不能忘，一辈子都要铭记在心。”大宝和小宝虽然还小，不太懂大人之间的事情，可他们也能感觉到父母的情绪，感觉到他们的日子将会好起来。大宝伸出冻得僵硬的手，轻轻抚摸着陈三的脸，说道：“爹，刘爷爷是好人，以后我也要像刘爷爷一样做个好人，帮助别人。”小宝也跟着点了点头，奶声奶气地说道：“爹娘，我要吃馒头，我要吃饺子。”陈三看着2个孩子天真的笑容，看着秀兰感动的表情，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愧疚。他连忙打开怀里的红布包袱，包袱里面果然有20两银子，还有一些碎金子闪闪发光，还有几匹上好的布料，颜色鲜艳，还有一些粮食和糕点，还有几碗已经凉了的饺子。陈三拿起一个糕点递给大宝和小宝，说道：“宝乖，快吃，还有饺子，爹给你们热一热，咱们也吃一顿热乎的团圆饭。”秀兰连忙起身，找来一口小锅，添上一点水，把凉了的饺子放进锅里，生火给孩子们热饺子。
很快锅里的水就开了，饺子的香味弥漫在整个屋里，驱散了屋里的寒冷，也驱散了屋里的绝望。大宝和小宝坐在土炕上，手里拿着糕点，吃得津津有味，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笑容纯真而灿烂，像冬日里的阳光，温暖了整个屋子。那一晚，陈三和秀兰带着2个孩子吃了一顿热乎的团圆饭，虽然简单，却充满了温暖和幸福。他们一边吃一边说着话，憧憬着未来的生活。他们知道，有了刘员外给的这笔钱，他们的日子将会慢慢好起来。他们再也不用挨饿受冻，再也不用过那种苟延残喘的日子了。吃完饭后，陈三和秀兰抱着2个孩子，对着刘员外家的方向跪了整整一夜。他们没有点灯，就那样静静地跪在冰冷的地上，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愧疚。他们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感谢刘员外，感谢他的善意，感谢他的包容，感谢他给了他们一家人一条活路，给了他们一家人希望和尊严。他们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好好过日子，一定要勤劳肯干，一定要努力赚钱，一定要报答刘员外的恩情，一定要像刘员外一样做个善良有格局的人，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第二天一早，天刚亮，陈三就起床了。他穿上刘员外给的布料做的新衣服，虽然衣服还没有完全做好，只是简单的缝了一下，却已经比他以前的旧棉袄暖和多了。他洗漱干净，然后把刘员外给的银子小心翼翼地收好，只留下一点碎银子，准备去镇上买一些粮食和生活用品给老婆孩子，改善一下生活。他来到镇上，镇上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他们都还记得陈三是村里那个穷的叮当响，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的穷苦人。可如今陈三却穿着体面的衣服，手里拿着银子，精神焕发，和以前那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陈三判若两人。有人好奇地问他，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陈三只是笑了笑，没有多说。他不想把自己去偷东西的事情告诉别人，不想让别人看不起自己，也不想给刘员外带来麻烦。他只是告诉别人，这些钱是他遇到了一个好心人，好心人帮助他的。陈三在镇上买了很多粮食，有大米、面粉、玉米，还有很多蔬菜、肉类、糕点，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比如肥皂、针线、布料，还有一些给孩子们买的糖果和玩具。他买完东西就急匆匆地回到了家里，把东西交给秀兰，让秀兰好好照顾孩子们，自己则开始盘算着用剩下的钱做什么小本买卖。陈三想来想去，觉得做粮食生意是最好的选择。这年景，粮食紧缺，很多人都吃不饱饭，而且他以前也种过地，对粮食也比较了解，知道什么样的粮食好，什么样的粮食受欢迎。而且做粮食生意风险小，利润也比较稳定，只要他勤劳肯干，童叟无欺，一定能做好，一定能赚到钱，一定能让老婆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决定好了之后，陈三就开始行动起来。他用刘员外给的银子在镇上租了一个小小的铺面，然后去周边的村子收购粮食，再把收购来的粮食运到镇上，卖给镇上的人，或者运到更远的地方，卖给那些需要粮食的人。他做事勤劳，为人老实，收购粮食的时候从不压价，从不欺负那些穷苦的农民，卖给别人粮食的时候也从不缺斤短两，童叟无欺。而且他的粮食质量都很好，价格也很公道，所以很快他的粮食生意就做得有声有色，越来越多的人都愿意在他这里买粮食，都愿意和他合作。陈三时刻记着刘员外给他的这份体面，记着刘员外对他的教诲，记着刘员外给了他一条活路，给了他做人的尊严。所以他做生意从来都不贪心，从来都不赚黑心钱，他总是尽自己所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遇到那些穷苦的农民没有钱买粮食，他就会赊给他们，让他们先把粮食拿走，等他们有了钱再还给自己。遇到那些逃荒的难民，他就会免费给他们一些粮食，给他们一些吃的，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有一次镇上来了一群逃荒的难民，他们饿得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冻得瑟瑟发抖，在镇上的街头乞讨为生。很多人都对他们视而不见，甚至还有人嘲笑他们，驱赶他们。
陈三看到之后，心里很不好，受想起当年自己走投无路，在刘员外家柴房里的窘迫，想起刘员外给予的善意与体面，他连忙让人把店里的粮食搬出来，熬了一大锅热腾腾的粥，又拿出备好的糕点，一一分给那些难民。难民们捧着热粥，对着陈三连连磕头道谢，眼里满是感激。而陈三看着他们，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心里既有酸涩，更有欣慰。他终于能像刘员外那样，把善意传递下去，用自己的力量照亮那些和曾经的他一样身处绝境的人。